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当下即使生病，只要到医院，我们就能得到优质的药物治疗。我们应该意识到，疾病的产生是由我们自身造成的，而不是等到生病后再去应对。我们应该在疾病发生之前采取预防措施，保持健康，不患病才是真正的幸运。此外，我们的身体天生就拥有这种力量。今天我想要讲解一下本间真二郎先生撰写的《不生病的自然生活方式：医生的实践》。这是一本非常有益的书籍。接下来我们将依次讲解以下内容：第一章是除菌可能导致疾病的观点；第二章是选择肠道细菌喜欢的食物；第三章是预防疾病的方法。让我们开始吧。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医疗技术也日益先进，我们现代人的生存期比以前更长了。或许你会觉得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真是太幸运了。然而事实上，也存在一些令人不容乐观的情况。尽管平均寿命延长了，但患病人数却在迅速增加。比如说，50年前，1000人中可能只有1人患病，但现在这个比例已经变成了2到3人中就有1人患病。这些疾病包括哮喘、湿疹、皮肤炎、花粉症等过敏性疾病。此外，还有一些现代病，如生活方式病、认知症、抑郁症等，患者数量也在迅速增加。尽管医学技术在不断进步，但为何疾病持续增加呢？如果你问起这个问题，很多人可能会想到饮食、压力和不规律的生活等因素。当然，这些都是合理的一面，但问题的根源可能不止于此。本书作者认为，微生物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爱干净的日本人追求清洁的环境，使用消毒产品来预防病毒感染，导致周围环境中的细菌等微生物被清除。这似乎是件好事，但遗憾的是，这实际上是个坏消息。我们现在面对的21世纪疾病，也就是所谓的现代病，据作者指出，是在微生物被排除之后产生的新疾病。有人或许会问，我们不是为了预防感染而进行除菌吗？的确，过去感染症曾是人类最大的威胁，特别是婴儿死亡的情况很常见。但如今，随着卫生环境的改善、抗生素的发展和营养状况的提升，这种情况发生的案例大大减少了。这本身是一件令人欣慰、非常棒的事情。我们过度排除微生物，甚至对那些几乎不会对外界造成影响的微生物也进行了彻底的排除。这种现象是值得深思的。这种极端的清洁倾向对人类来说是不自然的。大家是否知道，我们的皮肤表面甚至体内的各个部位都栖息着大量被称为常驻菌的微生物，其中大部分与我们和环境共存，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我们的健康状况在于外表和内部都被微生物覆盖。地球上到处都有微生物存在，它们比人类诞生还要古老，大部分对人类及其他生物都没有任何危害。然而，被认为对人类造成感染等疾病的病原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过度的消毒会影响周围的常驻菌，不仅会杀死有害微生物，还会导致对我们很重要的微生物死亡。这就导致了现代病的出现，并成为导致现代病增加的原因。抗菌用品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大约50年前。最近，为了防止附着和繁殖，添加了具有杀菌除菌作用的物质。抗菌用品迅速在爱干净的日本人中间流行开来，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肥皂，不仅限于家用肥皂和药用肥皂，普通的硬质肥皂和洗手液也具有杀菌除菌作用。此外，还有含有除菌成分的洗发水、护发素、厕所和浴室用洗剂、漂白剂、除臭剂、香氛剂、牙膏、漱口水等。这些通常都是我们平常不经意地使用的物品。另外，还有一些具有强力杀菌作用的物质，如防腐剂、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以及口腔漱口液和医院开具的抗生素等。使用具有强力杀菌作用的肥皂洗手会减少皮肤上的常驻菌，使皮肤最外层的人体保护屏障功能变得不易发挥作用。
口腔中进入具有杀菌作用的物质会影响肠道菌群，甚至可能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影响。这是免疫系统异常的表现，因为免疫细胞的控制者是肠道菌群。当免疫细胞失控时，它们会开始攻击自身身体中的非敌对物质。这就是为什么过去50年中过敏症等现代疾病急剧增加的原因。抗菌用品的过度使用也是一个问题。所有具有杀菌、除菌、消毒作用的成分都是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的毒性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同时也会对环境造成影响。用化学物质排除微生物，在2方面都是问题。过去人们没有像现在这样彻底地进行除菌等措施，即使如此，过去的人也没有像现代人那样患上各种疾病，因为他们与微生物相处得更好，拥有比现代人更强壮的身体。人体越是排除微生物，就越会变得脆弱。与严重感染性疾病有关的细菌和病毒，例如像当前流行的新冠病毒这样对人类来说无法与之共存的有害微生物，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当出现这些流行地区或存在污染疑虑的情况时，我们可能需要通过大规模的措施来排除它们。然而，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不是过度排除微生物，而是通过与微生物共生来保持健壮的身体。接下来，我想解释一下第2章肠道菌群所喜欢的饮食。由于过去数十年的生活习惯和环境影响，许多人的肠道菌群可能受到了损害。这种情况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有影响，因此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来保护和促进减少的肠道菌群，以消除当前身体可能存在的各种不良影响。肠道菌群只有在多种细菌的平衡状态下，才能为身体带来好处。如果肠道菌群数量减少并导致失衡，就会产生各种负面影响，例如无法产生调节全身器官的短链脂肪酸，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摄入对肠道菌群有益的食物，就像我们从食物中获取营养一样，肠道菌群也以我们摄入的食物为食物来生存。因此，当肠道菌群恢复健康并重新达到良好的平衡时，它们的本来功能将得以恢复，从而改善身体的各种不适症状。我们将一起学习什么样的食物是肠道菌群喜欢的，并讲述了食品添加剂具有杀菌作用的说法，还有食品添加剂的食品不利于肠道细菌，应尽量避免食用。基本原则是选择天然食材，推荐的是日本传统食物及和食。这些食物拥有悠久的历史，包括各种谷类、味噌、酱油、根菜和蘑菇等。和食符合日本人的体质，因为日本人的肠道细菌是在这些食物的基础上培养而来的。选择符合日本人体质的食物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不推荐肉类和牛奶的原因。作者指出，世界上有些民族主要以动物性食品为主，但这种饮食习惯并不适合日本人的体质。例如，北极圈的因纽特人以海豹和海象肉为主食，因为这些食物符合他们的体质而保持健康。相比之下，非洲的马赛人每天饮用大量牛奶，但不会因蔬菜不足而生病。这些例子说明了食物对人体的影响。而日本人则拥有适合自己体质的肠道细菌。肠道细菌与当地的土壤和食物息息相关，而传统食物一直在培育着这些肠道细菌。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几百年来一直食用的传统和食。基本上，和食包括米饭、味噌汤和泡菜这3样。关于米饭，可以选择白米、玄米或杂粮米，但最好的选择是含有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的杂粮米。对于不适合食用玄米的人来说，杂粮米或部分精白米也是可以的。随着精磨程度接近白米，米饭的营养价值会下降。尽管玄米的营养价值很高，但其中的矿物质和脂肪含量可能不足，因此过去的人们会添加梅干和芝麻盐来弥补这些不足。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简单的米饭不够营养，但在过去，这样的饮食已经足够了，因为只要肠道细菌健康，
就可以从中获得必需的氨基酸、脂肪酸、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现代人受到导致肠道细菌失衡的因素的困扰，如果肠道细菌不健康，我们就无法从食物中获得必需的营养素。因此，我们需要从食物中补充营养，以确保摄入各种营养素的平衡。作者参考了食品研究科医学博士吉村博之先生提出的平衡饮食方法。该方法注重豆类、芝麻、海带、蔬菜、芥末、香菇和根类蔬菜等食物的摄入。实际上，日本人本来就不需要从动物性食品中除了鱼类以外摄取营养。为了让肠道细菌恢复活力，尽量少吃加工食品变得越来越重要。加工食品通常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但现在我们身处一个充斥着加工食品的世界。如果不考虑添加剂，几乎无法找到合适的食品，食感和味道都经过精心设计，使得食物变得美味且方便。因此，放弃加工食品回归和食饮时变得更加困难。近年来，很多食品的添加剂信息不明确，使用基因改造技术的食品也在增加。可以说，食品已经成为了远离自然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能够慢慢地回归到原本的饮食方式吗？选择食品时的关键是尽量购买原材料，选择没有使用化学肥料或农药的农产品，尽量避免添加剂等化学物质。另外，选择天然材料和传统制作方法制作的调味料，如味噌酱油，也是很重要的。此外，对于网购来说，找到一个注重品质、值得信赖的店铺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如果像作者一样有自己的菜园，那么自己种的蔬菜将是最好的食材。然而，像作者这样的人并不多，所以我建议选择当地的农产品，尽量选择农残少的食材。如果有机会，尽量选择自己动手制作食物会更好。作者个人会自制酱油、味噌、醋、味蓝、甜酒等基本的发酵调味料，还会自制面包、果酱、果汁、泡菜、纳豆等，这真是了不起。对于经常外出就餐的人来说，设立开始自己做饭的目标可能是个不错的主意。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日本人肠道菌群喜欢的食物的基础是何食。那么，在享用日本料理的同时，为了提高健康效果，具体来说，我们应该注意采取哪些饮食习惯呢？让我们学习以下7个基本原则，并加以参考。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日本人肠内细菌喜爱的7种饮食基本原则。第一章，我想要解释一下少食的好处。作者主张控制每餐摄入量在7分饱，每天只进2餐。近来在各种媒体上，如书籍和社交媒体上，我们经常看到少食有益健康的数据。实际上，少食对身体的好处早已有之。就如7分饱，医生不用找；6分饱，不知劳等谚语所言。虽然现代人的体力活动可能不如古人频繁，但根据个人的体质和运动习惯，对食量也有所差异。总的来说，并不需要吃那么多。食用过量会导致胃肠和肝脏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息，消化、吸收和解毒等过程需要大量的能量，导致身体其他部分无法得到维护和修复，最终可能引发生活方式病。暴饮暴食是疾病的源头，特别是那些吃得过多的人，应该朝着7分饱的目标努力。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日本人肠道细菌所喜爱的食物的第2个基本原则，即食用当地时令食材。这里有一个对居住地健康至关重要的新思路，即在农产品最适宜的时期采摘，这样可以确保微生物充分发挥作用。土壤中的微生物对土壤的性质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土壤的微生物组成因土地而异，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孕育出当地特有的农产品，我们从这些农产品中获取营养，随着我们摄入的营养物质进入体内，它们最终会归还给土地，并再次被用于培育农作物。这样的循环不断重复着，人体与土地的微生物融为一体，维持着健康的生命活动，这就是其中的道理。接下来，我们要讨论
日本人肠道细菌所喜爱的食物的第3个基本原则，即食用完整的食材。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完整和平衡的，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食材。让我们尽量选择整个食材，意识到一物全体的重要性。具体来说，我们可以选择没有精致加工过的大米和全麦面粉，而不是白米和白糖，而是选择未经精制的糖或红糖。在选择盐时，应避免精制盐，而是选择天然盐。表面上看，各种盐可能看起来都差不多，但你知道吗？自然盐含有海洋中100种以上的矿物质，而经过科学制造的食用盐几乎不含这些矿物质。此外，蔬菜和水果的营养不仅存在于果皮和果肉之间，所以剥掉果皮直接丢弃实际上是一种浪费食材的做法。对于那些容易食用带皮的蔬菜和水果，我们应该尽量洗净后连皮一起食用。也许有些人担心农药和放射性物质，但实际上全食物的摄入也有助于排毒，所以不必过度担心。在选择食材时，信任和放心是与当地产的食材尤其重要。推荐骨头一起食用的小鱼。接下来我们将讨论日本人肠道细菌所喜爱的食物的第4个基本原则，即充分摄入膳食纤维。在传统饮食中，不溶性膳食纤维和水溶性膳食纤维都是不足的，尤其是水溶性膳食纤维更为关键。肠道细菌以水溶性膳食纤维为食材，产生短链脂肪酸，对整体健康有很大贡献。所以，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摄入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大麦、豆类、纳豆、海藻、蘑菇、魔芋等是日本人传统饮食中常见的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另外，虽然糙米比白米富含更多食物纤维，但其中大部分是不溶性的。如果想要摄取水溶性纤维，可以考虑在主食中添加大麦的糙米或白米。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日本人肠道细菌所喜爱的食物的第5个基本原则，即摄入日本传统的发酵食品。发酵食品为肠道细菌提供活力，直接成为它们的食物，并增加有益菌，如乳酸菌和双歧杆菌，有助于调节肠道环境。如果你食用合时，就能摄取许多日本传统的发酵食品，比如酱油、味噌、料理酒、泡菜和纳豆等。甜甜的美味甘酒也是极好的发酵食品。提到发酵食品，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酸奶和奶酪，但事实上，日本人开始摄入乳制品是最近的事情，而日本古代的发酵食品才是培养日本人肠道细菌的历史悠久的食物。因此，建议多摄取日本传统的发酵食品。如果想要吃酸奶，推荐选择豆浆酸奶。另外，关于调味料，由于我们每天都会使用，所以最好选择传统的制作方法，并确保选择优质的产品。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日本人肠道细菌所喜爱的食物的第6个基本原则，即充分咀嚼。咀嚼非常重要，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然而，最近的饮食越来越软，不像过去那样需要大力咀嚼。充分咀嚼食物不仅有助于更好的消化，还有各种健康效果。比如说，充足的唾液分泌有助于促进胃肠消化吸收，而大蒜中含有的免疫物质和抗氧化物质能够增强预防疾病和龋齿的效果，甚至有助于改善脑血流，预防认知症。因此，充分咀嚼食物对大脑也有良好的影响。所以，请尽量意识到每口食物咀嚼30到50次。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日本人肠道细菌所喜爱的食物的第7个基本原则，即享受用餐。饮食是人类3大欲望之一，享受美味的食物，并在进餐时专注于味觉体验，对心理和健康都有益。尽量避免在用餐时看电视或使用手机，而是全神贯注地品味食物。如果与家人同住，最好培养一起享用饭菜的习惯。我已经向您介绍了日本人肠道细菌喜爱的7个基本饮食原则，虽然一口气向您介绍了7个，但请您在听过后选择其中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内容，并尽量将其付诸实践。由于时间有限，
这次就到这里了。但在本书中还详细介绍了对我们身体有害的不自然食物，请那些希望朝着更自然生活方式迈进的人们一定要拿起来学习。接下来，我们将在最后第3章中解释如何避免疾病。保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非常重要。决定病毒进入体内后会发生什么，并不取决于病毒本身，而是取决于你当时的免疫功能状态。认为没有病毒就没问题，如果免疫力平时就很低，那么其他防御措施就会变得不起作用。对于流感和肺炎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经常与微生物接触，所以最重要的是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来增强免疫力，以预防感染或减轻感染的严重程度。为了增强免疫力，均衡的饮食、良好的睡眠和适度的运动都很重要。此外，经常被忽视的是不让身体受凉。古人有云：寒来暑往无病患。身体的受凉与各种疾病都有关系。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保持身体不受凉，可以通过内外2种方式来保持身体温暖。外部保暖可以通过洗澡、热水袋或热敷等方法来实现。在饮食方面，应积极摄取能够温暖身体的食物，例如，在蔬菜中，向上生长的叶类蔬菜会让身体感到凉爽，而向下生长的根类蔬菜则会让身体保持温暖。叶类蔬菜虽然会让身体感到凉爽，但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每餐食用1小碗就足够了。对于美容和健康，建议以肉类等蛋白质为主食，辅以大量的蔬菜，尽量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有些看起来适合减肥的饮食方式，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长期采用这种饮食方式，可能对长期的美容和健康不利。控制摄入量以避免过度消化，也是导致身体变冷的原因之一。因此，要避免过量进食，消化系统会吸引血液，导致其他部位变冷。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我们即将进入寒冷的季节，因此不仅要防止感冒、流感等传染病，还要为了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首先要保持正常的免疫功能。这意味着采用接近自然的饮食，并注重保暖。祝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